岳清影，窥破天机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道出你看到的东西，或许还能留你全尸。穿越3年了，想我上辈子996熬夜做 PPT， 猝死在工位上。哎，这辈子好不容易有个自己的院子，就想当个咸鱼，种种地，养养鸡，安度晚年。怎么连只鸡都不下蛋啊？天天就知道吃！别叫了，明天再不下蛋，我就把你炖了。签到成功，获得特级鸡饲料1袋。又是没用的东西，能不能给点实际的？算了，反正白给的。你爱吃不吃？吃吧吃吧，明天要是不下蛋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什么鬼？幻觉？这是元凤气息，怎么可能？天机混沌，什么都算不出来。元凤涅槃，洪荒竟隐藏着此等禁忌存在。传我法旨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抢在阐教之前找到这位前辈，求他出山化解封神杀劫。是。我不敢信！元始天尊等圣人视众生为蝼蚁，这封神榜的肮脏密谋被我撞破，他们就要将我神魂俱灭，谁能救救我？这是元凤气息。是我眼花了，这鸡毛好像亮了点儿。别用这眼神看我，饲料都升级了，明天必须下蛋，听见没？再不下蛋，我真炖了你！算你识相。这饲料该不会加了荧光粉吧？不会是哪头野猪撞上来了吧？喂，活的！哎呦喂，大半夜的碰瓷儿是吧？也就是碰上我这个新时代五好青年，换别人早把你扔山沟里。被一个凡人如此羞辱，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，就当日行一善了。正好，那只不下蛋的鸡也该处理了。想了这么久，一个蛋都不给我下。醒了，喝了吧，补补身子。这是什么汤？就是只普通芦花鸡，别嫌弃。这是大道的味道。这鸡汤好像盐放多了，我去舀泡水喝。怎么样，汤还合胃口吗？脸色好多了。他故意装作没看到，还是在我面前正道大罗真的微不足道？前辈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还有点发烧？如此淡然，莫非在前辈眼中，让人正道大罗真的只是举手之劳？我去收拾碗筷。这股力量，我竟然真的正道大罗了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普通凡人绝不可能拥有这种神物。我必须试探一下他的深浅。
七夕是大道本源，他不是凡人，他是圣人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汤太烫了？如此深不可测，却又如此平易近人，这就是传说中返璞归真的境界。晚辈月清影，谢前辈再造之恩。哎，你干嘛？不就一碗鸡汤吗？举手之劳，快起来！举手之劳，前辈是造就大罗为举手之劳，这是在点化我道心。哎，你干嘛？别碰瓷儿！还有，我这青砖刚拿拖把拖出来的，你这蹭一身泥，一会儿你给我重拖啊！前辈在怪我弄脏了道场的无尘之境，青砖，这分明是混沌熙攘。前辈的意思是，我的道心还有杂质，晚辈遵命，晚辈这就重拖。只要前辈肯收留，晚辈愿为奴为婢，包揽一切粗杂之活，侍奉左右，时刻洗清自身杂质。不是，姑娘，你冷静点啊，先起来，地上凉。你这搞得我好像在欺负弱女子一样。碰瓷儿也不是这么碰的，一碗鸡汤就死乞白赖要给人当丫鬟，这姑娘绝批是被打坏脑子了。岳清影，看你这次往哪儿逃？区区一个无名山谷，也想挡住我阐教12金仙的步伐？什么东西？本座倒要看看这破山谷里到底藏了什么！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！这是圣人道场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姑娘，我这庙小，真养不起你啊！前辈，请给晚辈一个机会，晚辈愿为奴为婢，绝不添麻烦。区区山谷也想阻我阐教金仙？我的法宝灵性受损了。此地主人之恐怖，远超我想象。这是大道真言。大皇别叫了，吓到外面路过的人怎么办？一只狗？不对，一尊神兽的叫声就险些震碎我的元神。这是远古时麒麟。乖，别吓着小朋友。外面谁啊？没事赶紧走。大黄，记住了，以后再有这种在门口鬼鬼祟祟的要饭的，直接给我咬断腿扔出去，别吵我睡午觉。前辈下诛杀令了，要让功德圣兽将我咬碎抽魂。逃！晚辈再也不敢了，必须立刻禀报老师。前辈，刚才只是一句话，就吓退了金仙大能。奇奇怪怪的人。大黄干得不错，今晚给你加根骨头。前辈深不可测，连金仙都不敢冒犯。我能侍奉在他身边，是何等福分。吃吧。又贵，晚辈愿追随前辈，哪怕做个烧火劈柴的丫鬟，也心甘情愿。这姑娘无家可归，长得还行，留下来家里也热闹点。而且我正好缺个做饭的。行吧，收留你可以，但我这不养闲人，也不发工资，只包3顿饭。以后劈柴、烧火、洗碗、喂鸡你全包了，干不干？晚辈万死不辞，谢前辈赐予无上机缘。现在这洪荒的劳动力都这么好忽悠了吗？这姑娘怕不是个傻子吧？活今天就开始干，先去把那些木头劈了。前辈这是要让我在红尘中悟道，大道至简，修行即是生活。这姑娘是不是被打傻了？劈个柴而已。这是扶桑木，用先天灵根当柴烧，这是何等境界！瑶池宝库都没这么奢侈。怎么劈不动？怎么了？劈不动？
这怎么可能？这斧子是我从系统换的，确实锋利点。干活得用巧劲儿，刚喝了我一整碗老母鸡汤，力气都用到哪儿去了？想不想干了？开天功德灵宝，这是盘古斧碎片，我连盘古斧的1/10威力都发挥不出，我简直是洪荒第一大废物！我必须更努力的劈柴，才能报答前辈的恩情。姑娘，你得用力啊，拿出你干饭的力气来。用盘古斧劈扶桑木烧火，说出去会动摇3界吧？不可能，青影他一步大罗，这等造化连圣人弟子都未曾有过。娘娘，青影师妹她……玄女，立刻下界查明此事，务必将青影带回，查清是何方高人所为。是。青影师妹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竟在这种穷乡僻壤给人当丫鬟，定是遭了什么左道妖人的暗算。看本座一眼看破她的真身，将其神魂俱灭。这是大道法则自然交织。非圣人手笔，乃大道天成。此地是传说中的大道显化之地。这是师妹，她在劈柴。堂堂瑶池亲传，新晋大罗金仙，竟在给人当丫鬟，还一脸幸福。那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，能让大罗金仙心甘情愿的烧火？他看起来毫无修为，但能拥有这等道场。冷静，身为准圣，我必须看穿此人的真面目。普通的动作，等等，这个轨迹，一举一动，皆为大道。他的每一个动作，都是在向我等阐述无上真理。返璞归真，这便是传说中凌驾于圣人之上的境界吗？那是混沌青莲的气息，用开天至宝混沌莲的莲子所化的茶杯。怎么感觉有人在偷窥我？不会是因为我长得太帅了吧？青影啊，你说咱家这什么风水？怎么总有不三不四的人在外面偷看？下次再有这种不懂规矩的，直接关门放狗！这方圣兽的实力深不可测，远非我能够抗衡。我若是继续躲在暗处窥探，只会招来灭顶大祸。此行唯有主动现身请罪，才有一线生机。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！晚辈不敢窥探，晚辈真的不敢了。怎么又来一个？大黄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打广告了？怎么3天2头有人跑来碰瓷儿？前辈，晚辈什么都能干，求前辈收留。哎，松手！你这人怎么一上来就抱大腿？社会上混的？师姐，师妹，九天玄女，你堂堂准圣，来前辈道场想干什么？师妹，你误会了，我是真心来侍奉前辈的。侍奉？这里只需要一个丫鬟，就是我，不需要第二个。唉，你们俩能不能别在我家门口吵？左邻右舍还以为我开青楼了。前辈息怒。一个比一个能装，行吧，多个免费劳动力也不亏。你说你什么都能干？是，晚辈精通360道法术，可降妖除魔，可炼丹制气。会挑粪吗？什么？前辈问你会不会挑粪？挑粪？让准圣挑粪，这是何等考验？前辈果然不按常理出牌。会，晚辈会，只要前辈肯收留，别说挑粪，就是让晚辈把这粪喝了都行。没让你喝，精神状态有点吓人。不好，师姐要抢我的活。前辈，挑粪的活一直是我在做，师姐初来乍到，恐怕……师妹，你一个大罗金仙挑了这么久，也该换人了，让我来。师姐这话说的，好像准圣挑出来的粪就比我挑的更香似的。行了，都别抢了，后院化粪池够大，一人挑一半。谢谢前辈。上辈子996找不到实习生，这辈子种个地倒打起来了，这世界真是越来越离谱。这不是粪，这是混沌灵泉液化后的精华，一滴就够准圣闭关万年。师妹，这池子的东西，前辈说是粪，那就是粪。师姐，少说话，多干活。好一个月清影，在前辈身边果然学到了大道真谛，不着相，不分别，粪即是道，道即是粪。师姐，你过线了。师妹，修行不分边界。大黄，
你听听，挑个粪都能内卷成这样，我上辈子公司的 KPI 考核都没他们拼命。不过说真的，这后院的草该拔了，都快长到腰了，指望他们干活，还不如指望大黄你突然学会除草。就你这效率，刨到明年也刨不完。这片地得有个壮劳力来翻一翻，最好是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。要是能有个会刨地的苦力就好。大巫，有消息传来，北方有处隐秘山谷，听闻有功德灵宝现世，阐教金仙前往探查，最后铩羽而归。功德灵宝，什么大能不大能的？我巫族肉身无双，不修元神，不惧任何诡计。自从巫妖大战后，巫族苟延残喘至今，任何可能威胁巫族气运的变动都不能放过。大巫的意思是，本座亲自去看看，管他什么隐世大能，挡我巫族路的，一箭射穿。奇怪，确实有大道气息，但又很杂，像是有人在烧饭。就这，阐教金仙被吓跑的地方，闻着像个农家乐。这锄头还挺好使。大黄，你过来，你要是会刨地就好了。这草长得比你都高了，烦死了。就刨2下就不干了，比我还懒。开天功德灵宝，他竟然拿来锄地！史麒麟，远古史麒麟竟然在给他当看门狗！你看看这草，长得比你都高了，你给家主我丢不丢脸？你一条狗，连草都不如。草比狗高，草代表巫族，狗代表史麒麟。他在说，如果我巫族不低头，天道的爪牙会把我们连根拔起。不能再等了，他已经不耐烦了。如果我再不表态，这一锄头就是劈向巫族的信号。我操！前辈，放着我来，我最会刨地了。你谁啊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前辈放心，我巫族从今日起放下干戈，脚踏实地，绝不违逆天道。大黄，你看见了吗？刚才是不是有个野人从我家墙头跳下来，抢了我的锄头，然后开始刨地？你倒是给个反应啊！这是大巫后羿，巫族最强战力，他怎么在这里翻地？前辈果然神通广大，连巫族大巫都被他收服了。前辈的布局深不可测，他这是要将3界所有势力纳入掌中。这翻地速度，一个顶10个，干活真不赖。活干得好有赏。岳清影，去给这位壮士倒碗水来。三光神水，他竟然用来给苦力解渴。前辈这是在教我放下弓箭，拿起锄头，放下杀伐，回归本源。你翻地翻傻了，你悟什么了？我就让你喝口水而已。清影，你认识这人吗？是不是附近精神病院跑出来的？前辈岂能不知我等根脚？这是要个态度。回前辈，叫他阿义即可。你看看这破门，寒碜的跟要饭的似的。上辈子我们小区大门口好歹还有2个石墩子呢。这大门要是能有2尊石狮子镇宅就好了，看着气派，还能挡挡这些天天往我家跑的怪人。你说最近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一个比一个蹊跷。我这院子是什么风水宝地啊？专门吸引精神病。算了，至少多了几个免费劳力。就是这门面太差了，传出去还以为我这是个收容所。太子殿下，大巫后羿已被那山谷中隐世大能收入门下。什么？据探子汇报，后羿竟然主动放下神功，还在那人的院子里翻地。放下神功？上古大巫我妖族的头号死敌，竟然被人卸了兵器当苦力。是的，那山谷主人恐怕深不可测。管他什么深不可测，后羿杀我9位兄长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他如今放下神功，正是我杀他的绝佳良机。点齐10万妖兵，本太子要踏平山谷，取后羿首级。谷中何人？速速出来受死！本太子给你3息时间，否则夷为平地。前辈正在午休，禁止喧哗。小丫头片子，就凭你一把破扇，还敢拦我10万大军？拿命来！我说了，前辈午休中禁止喧哗。你聋？一扇灭3日，10万妖兵直接没了。他只是一个丫鬟啊！
那谷里的主人得强到什么地步？青莹，外面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刮风了？我午觉都没睡好。回前辈，有只杂毛乌鸦在叫唤，已经处理了。乌鸦？这是谁？风筝挂上去了？不管了，青莹，那个石狮子的事儿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我就想要2个蹲在门口的，还有这破门框也得修修，晃的晃。天罚之锤，那是传说中天道用来惩罚至强妖族的天罚之锤。石狮子蹲在门口，他要用天罚之锤把我锤死，然后做成石狮子蹲在门口。不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但如果他要动手，我绝无生路。等等，他说缺的是石狮子，不是尸体。他还没动手，说明还在等我的态度。如果我主动变成石狮子，他是不是就不杀我了？蹲就蹲吧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这位姐姐，麻烦转告前辈，妖族太子路亚愿为前辈守门。你要守门？不是守门，是当石狮子。你能变多大？多大都行。前辈喜欢对称的，你蹲那边。勉强能看，别抖。前辈不喜欢手艺不好的。嚯，这质感，这光泽，玉的，手工不错啊！谁送来的？刚才那只杂毛乌鸦变的。乌鸦？乌鸦还能变石狮子？前辈点化之下，化腐朽为神奇。这乌鸦感悟了前辈大道，甘愿化形为狮，守护道场。你们这些人到底喝了什么牌子的酒？能不能给我也来一瓶？不对称啊！左边一个，右边没有，这叫什么风水？差评，还缺一个。丫鬟一扇灭10万大军，妖族太子甘为门敦，这是什么样的存在？不对称，差一个。前辈说差评，如果前辈的不满没有被填补，这股怒意会指向谁？截教就在探查范围内。罢了，一尊石狮子而已。我赵公明堂堂截教大师兄，为教门出生入死，还差当一只狮子？得跟他一样大，不得比他大一圈。右边不能输给左边，截教的面子不能丢。赵公明，你这个老阴笔，凭什么比我大一圈？哎，这个什么时候来的？这气息，截教赵公明，赵公明连截教大师兄都来了，看来前辈的布局已经延伸到截教了。嚯，品质还不一样。右边这个还带夜明珠，好家伙，这快递公司真讲究，连夜补发了一个，还升级了配置，就是大小不太统一，强迫症看着难受。青莹，这石狮子是不是在长个儿？大道造化，万物有灵，能为前辈守门的物件，自然会精益求精。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，连起来我一个都听不懂。别再长了啊！再长下去门都挡住了，我出门还得爬狮子。师妹，截教的人都来了，前辈的一举一动果然在撬动3界格局。第37条，前辈用差评2字收服截教大师兄，大道无形，语言亦是法器。他又在记笔记了，我也得记，不能落后。你看那2只石狮子修的真气派。不对劲啊，老哥，那左边那只怎么有妖族太子路亚的气息？右边那只那是截教大师兄赵公明，妖族太子和截教大师兄在给人当门墩。告辞。舒服啊，这才是穿越该有的生活。有人种地，有人劈柴，有人挑粪，我只需要躺着。就是吧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前辈可是有何不满？你说这院子啊，有地有房有狗，就是太安静了，要是能热闹点就好了。前辈思念凡尘烟火，他这是在思考大道归途吗？前辈的意思是想要更多的访客？不，我可不想再来什么怪人了，我就是随便说说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最近门口来的人好像变多了。昨天我出门倒垃圾，石狮子旁边好像蹲了几个人在念经。可能是路过的行人借前辈道场的灵气悟道。
在我家门口蹲着悟道，当这是网吧呢。听说了吗？妖族太子和截教赵公明都在里面当门蹲呢。我师兄赵公明当门蹲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来此是为了参悟大道，不是来看热闹的。你都来了3天了，连谷口都没进去，参悟个锤子！你们说，里面那位前辈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师尊广法天尊当初去探过，被一条狗吼了一声，差点魂飞魄散。一条狗？一条狗？不敢想，不敢想，不敢想！这也太多了，我们4个人加一条狗吃不完啊，放久了要坏。外面那些人蹲了好几天了，看着怪可怜的。青影，帮我把这2筐水果拿出去，给门口那些人分了吧。前辈，要把黄钟礼和人参果分给他们。怎么了？放着也是浪费。而且你不觉得他们天天蹲在门口挺烦的？给点东西打发一下，让他们赶紧散了。黄钟礼、人参果，每一颗都是仙界至宝，前辈竟要把这些当路边摊的水果随便分。前辈的胸怀当真如大道一般无疆无雅，晚辈遵命。前辈体恤尔等在谷外苦候，特赐灵果，每人1颗，不得争抢。灵果？这是黄钟礼，洪荒10大灵根之一的黄钟礼。阿弥陀佛，这一颗果子的道运，比我佛门至宝菩提子还要浓郁100倍。前辈有言，此物不可久存，尔等时毕便速速散去，莫要再堵在门口，扰了前辈清静。前辈嫌我们扰了清静，这是前辈下的逐客令，但又赐下无上机缘。前辈恩德，弟子愚钝，竟不知打扰了前辈，我等罪该万死。请前辈赐果，弟子领完机缘，立刻就走，绝不再来。阿弥陀佛，前辈慈悲，前辈慈悲。1人1颗，多拿的打断腿，闹事的喂狗。前辈的意思，你们好自为之。青影出去发个水果，外面怎么哭成一片？至于吗？又不是没吃过李子。前辈，那是黄钟礼。黄钟礼是啥？不就是李子吗？哦，就是我地窖里种的那批吗？今年产量不错，个头也大。黄钟礼放在3界拍卖，1颗足以引发圣人争夺。前辈种了2筐，拿来打发要饭的。第42条，前辈视黄钟礼为凡物，大道无分贵贱，万物在前辈眼中一律平等。你在那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晚辈在思考今晚该怎么做饭。人参果还剩1筐呢，晚上削几个凉拌吧。凉拌人参果？怎么，不好吃吗？好吃，晚辈这就去准备。这就是大道的味道吗？谢前辈赐果。吃完了就走。前辈说了，明天要修鸡窝，不方便待客。修鸡窝？前辈要重建元凤栖息之所。有道理。元凤异象就是从农场里传出来的，前辈这是要强化元凤血脉。前辈每一个举动都蕴含着无上深意啊！前辈说的对，这世上最难对付的不是圣人，是脸皮厚的人。青影，散了没？他们到底走不走啊？天天蹲在门口，那我倒垃圾都不好意思。下次别发吃的了，他们就是你惯的。是前辈，都是晚辈的错。前辈的下一步棋会走到哪里呢？就放这儿。青影，你过来看看这帮人。前辈威名远播，他们想留在道场附近沾染道运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沾染道运？我看他们是沾染了我家门口的风水，专门克我。前辈，外面那帮人今早还给咱家门口立了个功德碑，上书大道农场普度众生。普度个锤子！我一个种地的，怎么还搞成慈善机构了？唉，天天吃素，我都快瘦成猴了。上辈子好歹还能点个外卖换换口味。院子后面不是有块空地吗？我想挖个坑当鱼塘，养几条鲤鱼，过几天做个糖醋鱼。前辈嫌此地水行法则太弱，欲重塑地水火风，挖鱼塘。前辈要建造的分明是无上化龙池。前辈，挖坑这种粗活就交给晚辈吧。师姐，前辈的贴身事务一向由我负责，你去晾衣服。都别抢了，阿玄你去挖，青影你去找找家里有没有渔网，
回头鱼来了，总得有个捞的工具。是。第43条，前辈觉此地水行法则太弱，亲自下令重塑地脉格局，命弟子以开天功德灵宝破土，大道化龙，始于一坑。糖醋鱼的做法是糖、醋、酱油，比例多少来着？算了，到时候随便放吧，反正我做饭一向靠感觉。怎么回事？前辈让我挖鱼塘，用开天斧挖鱼塘。前辈的事，少问多干。这渔网的材质是天罗地网的蚕丝，前辈竟用来捞鱼。前辈果然从不浪费任何器物。怎么回事？太子殿下，北方出现异变，四海80%水星气运被一股神秘力量抽走了。什么？四海气运是我龙族立身之本，谁敢动？据探报，是北方一处隐秘山谷，阐教金仙、妖族太子都在那儿折过跟头。阐教金仙、妖族太子，那帮废物也配跟本太子比？我敖丙可是准圣修为。点齐龙兵，本太子亲自去会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杂毛敢捋龙须。我前几天听巡海夜叉说，前阵子有个带翅膀的鸟族太子去了那山谷，之后就再也没回来。哼，废话，准圣修为加四海之水，还能输给一个山谷里种地的？谷中何人竟敢窃取四海气运？本太子给你3息时间，速速滚出来跪下认罪，否则本太子水淹此谷，鸡犬不留。我的天，东海龙族太子，准圣修为的龙族太子，亲自带着四海之水来找前辈麻烦。这哥们儿是不是不看新闻？妖族太子在门口当狮子的事儿，他没听说？龙族向来目中无人，估计觉得自己准圣修为就天下无敌了。那我们是不是该跑？跑什么？搬板凳！这种好戏错过了，下辈子都看不到。还好我提前藏了，不敢明目张胆在前辈道场外围喧哗，咱们小声点。糖醋汁的比例是3比2比1还是2比1比1来着？打雷了，这天说变就变。青影啊，我晒的被子收了没有？龙族太子，要不要我上去把他射下来？不必，前辈正在研究菜谱，糖醋鱼的菜谱。咦，这云怎么这么低？这雷也太大了，得赶紧把衣服也收了，不然一会儿淋湿还得重洗。我的衣服，大黄雀，给我叼回来！是麒麟、元凤，远古时代就已消亡的2大霸主，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这里？元凤气息，是麒麟威压。龙凤大劫，我龙族是战败者，血脉里天生就刻着对这2位的恐惧，我根本动不了。我的修为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你没眼花，准圣龙太子被一只狗和一只鸡看了一眼，然后变成泥鳅掉坑里了。那只狗和那只鸡，他们到底是什么？你还关心狗和鸡？你不关心养狗和养鸡的那个人？我问一下，咱们还看吗？看啊！这种级别的演出，下辈子投胎都未必赶得上。哟，挖好了啊，速度挺快啊。嚯，刚挖好就有泥鳅了，这泥鳅怎么长脚了？还歪的，转基因的。前辈，要不要捞上来看看？捞，肯定得捞啊。你说这玩意儿是泥鳅吧？它长脚了。说它是鱼吧，它又灰不溜秋的。青影，去拿葱姜蒜，今晚做红烧泥鳅。好。红烧？他要红烧我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得想办法让自己看起来不像食材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左边菜刀，右边史清灵，上面那个凡人要红烧我，我堂堂东海龙族太子要被做成一盘菜。嚯，这泥鳅变色了，还会吐泡泡。前辈，
这似乎是观赏金鲤。金鲤还真是，你看这颜色红红金金的，挺喜庆。吃了可惜，养在坑里当风水鱼吧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你说这鱼是从哪儿来的？天上掉下来的？或许是前辈的鱼塘引动天地造化，自然孕育而生。你能不能说点人类能听得懂的话？哎呦，被癞蛤蟆欺负了！你好歹也是条锦鲤，怎么连癞蛤蟆都打不过？算了，多给你点儿，别被欺负了。那只癞蛤蟆是农场灵脉自然孕育的灵物，天天喝三光神水，吃龙血米长大，修为早到了准圣巅峰，只是懒得化形而已。我堂堂准圣，被一只癞蛤蟆打了。前辈亲眼看着我被打，还特意多赏了一颗龙血米安慰我。我真是生是前辈的鱼，死是前辈的鱼竿啊！鱼有了，塘也挖了，就是这水不够多，看着像泥坑，不像鱼塘。前辈，晚辈可以引泉入塘。行，你弄，弄完我再看看。这水倒是干净。这水不简单。闭嘴，前辈没问你。龙王陛下，太子殿下已经失联3天了，最后的气息停留在北方那处山谷。3天，我儿准圣修为，什么人能让他失联3天？据外面的散修传言，太子殿下到了那山谷之后就没出来。没出来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进去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混账！不管里面藏了什么东西，敢动我龙族太子，老夫亲自去要人。妖族太子和截教大师兄当门墩儿？谁啊？大爷，你走错路了吧？老夫不是来问路的，老夫的儿子。大爷，你别站外面了，进来喝口水吧。大热天的中暑了不好。大爷，你歇会儿，我给你倒杯茶。瑶池大罗金仙劈柴，上古大巫翻地，西王母心腹准生挑粪，这地方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大爷，喝茶。老夫方才说了，老夫的儿子。哦，对，你说找儿子走丢了。您去后面看看，我后院鱼塘边昨天好像来了一帮蛤蟆，说不定你儿子在那边捉蛤蟆玩呢。吾儿，父王，吾儿，你堂堂东海太子准圣修为，竟受此奇耻大辱！谷中之人竟敢如此折辱我龙族血脉！前辈泡脚水里都是大道精华，到了可惜，不如正好给鱼塘加点水。这是大道道运直接浸润的液体，一盆洗脚水让我儿的修为直接摸到圣人门槛。我要是留下来，岂不是也能突破卡了10万年的圣人瓶颈？公子，老夫有眼无珠，方才多有冒犯。大爷，你怎么也跪了？快起来！公子，老夫看着池子只有一条鱼，太孤单，老夫也想进去当鱼。老夫会吐泡泡，还会控水，还会翻肚皮。公子您收了老夫吧。轩女，你刚才那盆水里放了什么？迷魂散？没有啊，就是前辈您的洗脚水。我洗脚水能把人喝哭？也没多臭啊。大爷，你认真的？你要进鱼塘当鱼？千真万确。你知道那塘里有只癞蛤蟆吧？挺能打的那种。老夫当年在远古大劫中搏杀过上古凶兽，一只蛤蟆不在话下。大爷，出门忘吃药了吧？行，您是鱼，这泥坑您随便跳，但我可先说好啊，医药费我不包。还有，下去别踩死我那条风水金鲤。公子放心，老夫绝对不欺负他。父王，你怎么也来了？
逆子，你看看你这出息，被癞蛤蟆抽脸也不还手，丢不丢龙族的人？父王，你不知道那只蛤蟆多凶。闭嘴！那半粒龙血米呢？吃了没有？被蛤蟆抢走了。无用的东西，看老夫的！我要是赢了癞蛤蟆，前辈会不会觉得我太凶爱惹事？不行，要低调，不能在前辈道场打架，忍了。青影，你说那大爷一大把年纪了，在泥坑里扑腾什么呢？别一脚把我那条风水鱼给踩死了。前辈，那位老方或许正在水下与您的锦鲤切磋道法。跟一条鱼切磋什么？憋气吗？水这么浅，扑腾的这么欢，别再给淹死了。哎，老头人呢？溜得这么快，嚯！这坑里怎么还多了一条大号红鲤鱼？难道那老头刚才不是在跳水，是在这放生呢？算这大爷有良心，还知道给我补条鱼。来来来，新来的也有份儿，都别抢，一人一份儿。我养的鱼比我上辈子工位旁边抢午餐的同事还凶，估计刚才那大爷就是被这俩暴脾气的鱼吓跑的。你们看见了吗？那个白胡子老头进去之后，跳进鱼塘变成鱼了。那是东海龙王，东海龙王去找儿子，然后自己也变成鱼了，标准的有去无回。所以现在的鄙视链是：门口蹲着的不如院里干活的，院里干活的不如塘里当鱼的，当鱼还得抢着当，还得打得过癞蛤蟆。看来又要赢了。这俩倒是处的挺好。大黄，去河边喝，别把我风水鱼吓死了。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攒出来的一家子。乌儿，你听见了吗？前辈说我们是一家子。听见了，前辈还说好不容易才攒出来的。前辈不仅不嫌弃我们，还护着我们。我龙族终于找到靠山了。后羿种地，轻引劈柴，雪女洒扫。门口有石狮子，后院有鱼塘，就是缺点什么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太安静了？我这院子一个能陪我聊天的都没有。你们要么跪，要么磕头，要么记笔记。我就想找个能陪我下棋聊天的人，跟我差不多水平就行。前几天系统签到给的破木头硬得很，拿来削棋盘正好。上辈子我下象棋就没赢过隔壁老王，这辈子总不能连个棋友都找不到吧？第51条，前辈以剑木为材，亲手打造异道法器。剑木连接天地的先天灵根，它用来做棋盘。前辈以天地为局，众生为子，欲寻一位可以对弈天道之人。对弈天道之人，前辈要找的棋友至少得是圣人级别的存在吧？不好说，但能接得住前辈棋局的人，整个洪荒屈指可数。师姐，你说这盘棋只要一摆出来，3界会怎样？不知道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某些坐得住的人要坐不住了。还行，方方正正的，就是棋子还差几个，下午再削。幸好没发现咱们。父王，连鸡都来了。忍住，在这个院子里，鸡的地位比我们高。各位道友，经过本座7天持续观测，前辈道场的权力结构已经基本明晰了。说，第一层前辈本人，第二层大黄狗与芦花鸡，第3层月清影与九天玄女，第4层门口石狮子，第5层鱼塘里的鱼。这鄙视链也太狠了，连排名都没有的编外人员，连当鱼的资格都没有。难道你去吃蛤蟆的苦？棋盘好了，棋子也好了，就差一个对手了。青影啊，你会下棋吗？晚辈只会一点。那算了，你那个只会一点，我上次就见识过了。把人参果砍成72块，跟我说是72变造型。我就想找个正常点的老大爷，安安静静下盘棋，别跟我下着下着突然跪下来，说前辈棋艺通神就行。唉，算了，急也没用，随缘吧。前辈的棋局已经摆好了，该来的人挡也挡不住。师兄，封神榜的推演又卡住了。不应该，本座已修正3次因果线，可每到关键节点，天机就一团乱麻。就是这里，我的弟子广法天尊、妖族太子、东海龙王父子，现在连你的大弟子赵空明都搭进去了。师兄别提赵公明，一提我就来气。此人来历不明，天道无法推演。封神亮节若继续被搅乱，天地因果将彻底失衡。师兄的意思是，区区一个变数，不值得吾等亲自出手。
但不能再放任不管了。连推演都会被反噬，有意思。去北方那处山谷，化作游方老道，试探此人虚实。本尊放心，善施此去，定将那谷中之人的底细摸个一清二楚。记住，不可硬来，以智取之。若他真是大道化身，退；若他不是呢，杀了。此行以其问道，以其示心。若他是凡人，棋局之中必露马脚；若他真有大道修为，其事自会说明一切。阵仗倒是不小，但也可能只是障眼法。哎，老大爷，这里面不能进去，前辈不见客。老朽只是路过，走累了，想讨杯水喝。在外面喝行吗？里面真不行。那老朽就在门口歇歇脚。现在就等那位前辈自己上钩。大黄，走，出去转转，再不出去我都要发霉了。我出去一趟，看好家。大爷，您一个人下棋呢？是啊，老朽游历天下，可惜找不到棋友，只好自己消遣。巧了不是？我也正愁找不到人下棋。老朽虚度数十年光阴，总归学了点皮毛。行啊，大爷，来一盘。我棋艺不行，您多让让。好，老朽等的就是这句话。这一手不对，他只是随手一落，怎么会引动天道因果？又一条因果被切断了，他在做什么？小有其路，颇为独特。独特？我就是瞎下的，大爷您别夸我。他不是在下棋，他在拆天道的局。大爷，你还好吧？是不是中暑了？要不咱进去坐，我给你倒杯凉茶。不必，老朽在想下一手。别想太久啊，我晚饭还没做呢。今天做糖醋鲤鱼，大黄你说是不是？你看那个老头，手在抖。废话，跟前辈下棋不抖的都不是人。大爷，你到底下不下呀？天都黑透了，我鱼塘里那2条锦鲤还没喂呢。小有棋力高深，老朽自愧不如。大爷，你棋子还没收呢。完了，本尊推演1000年的封神杀劫，被他7手棋拆得干干净净。又一个下不过就跑的，跟我上辈子那个隔壁老王一模一样。奇了怪了，这菜苗明明长得挺好，怎么总被啄？又来了，天天有大鸟飞过来偷我的菜。上辈子小区里有麻雀偷吃晒的辣椒就够烦的了，这洪荒的鸟还成精了是吧？前辈，怎么了？青莹，你说我要是弄个稻草人挂在后院，能不能吓唬那些偷菜的鸟？稻草人？对啊，最好金光闪闪的那种，反光效果好，大老远鸟就不敢靠近。你上辈子没见过啊？第57条，前辈欲以庚金之煞镇压天空飞禽一族。金光闪闪，西方圣人准提道人，浑身金光万丈，不正是前辈所说的金光闪闪的稻草人？玄女，你知道哪里可以弄到金光闪闪的稻草人吗？前辈要稻草人？你们俩就不能听到我说句话不这么激动吗？我就想弄个赶鸟的东西而已。师姐，稻草人的事我已经在安排。你安排什么了？你连金光闪闪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前辈要的是西方。师妹，前辈面前不要把话说破。你们能不能别每次我说句话就搞得跟接到圣旨似的？一个稻草人而已。前辈息怒。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们该扫地扫地，该挑粪挑粪。师姐，这事儿我来。做梦。各位，最新情报，前辈刚才说要一个金光闪闪的稻草人。稻草人？前辈种地用的？你傻呀！前辈什么时候说过废话？金光闪闪，你想想，三界里谁是金光闪闪的？西方圣人准图道人。不是吧？前辈要把圣人绑在地里当稻草人？你觉得妖族太子当门墩，龙王当锦鲤之后，还有什么事儿是不可能的？说的也是。
我现在就算看见红军老左来给前辈扫厕所，我都不会眨一下眼。你们看西边，搬板凳，你们搬板凳，来了来了，瓜子呢？不对劲，东方的气运全在朝北方一处山谷汇聚，我西方大兴的根基被人截了。师弟莫急，怎么不急？东方的气运被人劫了，我西方拿什么大兴？咱们筹备了多少年的东渡计划直接泡汤。那山谷里的存在不简单，管它简不简单，我准提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现在正处关键时候，你我还是低调为好。低调？他劫我气运的时候怎么不低调？带我去会会此人。又犯老毛病了。尔等与我西方有缘，速速皈依佛门，可免一死。我操！西方圣人真来了！这逼哥拉的也太满了吧！万丈金身配泛音 BGM， 你当你来开演唱会？金光闪闪的，前辈说要金光闪闪的稻草人，这不就来了？这叫什么？这叫一语成谶，这叫大道显化。别说了，坐下坐下，这一场我赌不超过3个呼吸。吵死了！谁在外面放大悲咒？谷中何人？速速出来受死！此间万物与我有缘。又一个来碰瓷的。曾颖，天上这个金灿灿的虚影，是你们找哪个修仙的邻居求来的符箓幻术吗？前辈，那是西方。不是青颖，你看他那造型，光头反光，金灿灿的。虽然只是个幻影法术，但拿来当个超大号金色稻草人绝对好使。谷中之人，本座念你有几分造化，若肯将这道场中万物尽数交出，归顺我西方佛门，本座可……星影，你们弄的这法术假人不错啊，金光闪闪，还带传音符的，有这动静鸟肯定不敢靠近，就是个头忒大了，能变个小点的尸体出来不？稻草人，幻象假人，他竟然把我这万丈金身当成什么障眼法？前辈说的对，这个确实金光闪闪的。你看那个光头亮的跟铜镜似的。等会儿要是能弄个实心铜人戳菜地里，方圆10里的鸟都得绕道走。好胆，你竟敢！一条狗把西方圣人从天上吼下来了！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才能看到这种画面？你们注意到没有？从准提出场到被吼下来，前辈全程没动过一根手指头。何止没动手指头，前辈全程在讨论稻草人。这就是境界差距啊，道友们！圣人在我们眼里高不可攀，在前辈眼里就是个赶鸟的工具。我赌的3个呼吸还是高估了，算上那条枸杞跳到落地，1个半呼吸。别说了，记笔记，以后传出去谁信啊？大黄干活就是利索，就是这铜像摔得有点狠，脸都插土里了。西方圣人准提道人脸插在前辈的菜地里，这个画面我能记1万年。嚯，好家伙，还真是实心铜铸的机关人！你看这光头的抛光反光效果，比我想象中好多了。青影，过来帮忙扶一下，这青铜机关人死沉死沉的。是。我是西方圣人，红军老祖亲传弟子，你们居然把我绑在木桩上当稻草人！这机关人做工绝了，眼珠子机关摔了都没坏，还能转呢。不过这角度不对，往左歪一点。太多了，往回掰一点。哎，这秃头反光效果确实不错，太阳一照跟个信号灯似的。大黄干得厉害！我的7宝妙术，先天灵宝，你给狗磨牙！他真的把西方圣人绑成稻草人了，前辈之所为已远超3界认知。第59条，前辈以圣人之躯为财，炼制镇压飞禽的道场法器，大道无情，圣人亦为其子。有用，青云，你看，鸟真的不来了。是的，前辈英明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铜人的声带机关居然还没摔坏，记住了，你现在是稻草人，别说话了，稻草人哪有说话的？你哭什么？阿弥陀佛，那是我佛门始祖啊，在菜地里赶鸟。你这就破防了。你看看门口蹲着的那2个石狮子，一个是我截教大师兄，一个是妖族太子，人家也没哭啊。人家不是没哭，是蹲得太久脸僵了，哭不出来。行了行了，总结一下，门口有俩石狮子保安，院里有准圣扫地丫鬟和大巫耕地，鱼塘里有龙王当风水鱼，菜地里有圣人当稻草人。天庭拿什么跟这儿比？他们有圣人牌稻草人吗？你说这事儿要是传到天庭去，玉帝什么反应？别说了，散了散了，万一下一个就是玉帝呢？
你这乌鸦嘴能不能闭上？今天这太阳怎么回事？比昨天毒了3倍不止，鸡蛋搁地上都能煎熟了。确实比往日热了许多，日照强的异常。青影，你们这儿就没有什么避暑的法子吗？我上辈子最热的时候，哪怕没空调，好歹还有电风扇啊。电风扇就是一种吹风的东西。算了，跟你说了也不懂。你说我要是有一台大号空调，或者一个超大电风扇，站院子里呼呼的吹冷风，那日子过得多舒服。前辈嫌热，日照过强，这是天庭调控失职。分管日照的是太阳星，掌管天地气候的又是谁？天帝，昊天大帝。舒服。大黄，你说要是能把这太阳往边上挪挪就好了，别照我这院子。水，给口水。稻草人也嫌热，还挺拟真的。陛下，下界禁月以来，天庭香火锐减90%，四方气运全部涌向北方那处不明山谷，36天宫已入不敷出，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查了这么久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解我天庭气运？据报，该山谷内有一位隐士大能，西方圣人准提亲自前往，目前音讯全无，准提都折了。是的。一个山谷鸠占鹊巢，解我天庭运脉，逼反9天玄女，扣押西方圣人。他以为朕是泥捏的？陛下的意思是调集10万天兵，取昊天境，朕亲征。大胆狂徒！今日天地亲临，还不速速打开山门，跪迎天驾，否则朕将此地化为焦土！天帝也来了，还带了10万天兵。上次妖族太子陆压也带了10万妖兵，被青影师姐一屠扇灭了。你觉得天帝能比妖族太子强哪儿去？不对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前辈刚说完嫌热，天帝就带着太阳真火来了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前辈嫌热，他用真火烤，这个小丑注定要变成空调。你这个分析有道理，记下来。怎么越来越热了？这又是什么情况？大白天放烟花的！前辈，昊天亲率10万天兵，管他谁来的，这火烤得我后院的白菜都要蔫了。稻草人呢？我稻草人没被烤化了吧？救命！抗晒能力不错。青影，这谁在外面放烟火？快让他别放了。大胆玄女，你敢对朕！前辈嫌热，你还敢放太阳真火？你是来送温暖的，还是来送死的？10万天兵围人家门，你当你在给自己办丧事？9天玄女昔日可是天庭天帝的臣子啊，现在是前辈的丫鬟，编制都换了，这叫良禽择木而栖。昊天上帝万没想到，自己当年最信任的属下，今天按着自己脑袋往地上摁，活该！谁让他给前辈添堵？太阳真火关了吗？你大胆！你知道你在谁的道场里撒野吗？朕是天帝，自己看。那是准皮道人，西方圣人。看清了吗？圣人在这里当稻草人，你一个天帝，你觉得你够格当什么？谁把我石桌砸了？这镜子不错，冰冰凉凉的。玄女，这是你从哪儿找来的会冰霜戏法的杂耍老头？这镜子难道是拿来做大冰剑的材料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地方连圣人都被当工具使，我要是说个不字，下场只怕比准皮更惨。能做冰剑？小的这门冰霜降温的戏法练得可熟了。把这身衣服换了，别惊扰了前辈。抓紧去给前辈扇风。这风吹得可以，不冷不热，舒服。就是这施戏法的老头长得忒老了点儿，弄个糟老头子搁这人工扇风，画面实在不协调。画面不协调，我堂堂天庭之主的颜值被嫌弃了。前辈，这老头您打算怎么安排？他这扇风降温的手艺还行，就是不知道冬天能不能当火盆用。喂，老头，你这戏法能吹暖风不？
哎，居然还能冷暖交替，你这手把戏练得真到家啊！不错不错，有稻草人赶鸟，有老头降温吹风，这种日子住上10年都不想搬家。前辈，这老头扇风的本事，晚辈觉得还可以再压榨一下。啥意思？他若是拼尽全力，能让整个院子四季如春，比现在局部吹风强多了。那就跟他说呗，怎么跟我说？听见了，全力施法。是，小的这就调。这才对嘛，干活不错，赏你1块西瓜。这西瓜不对，这是什么灵果？蕴含的大道精华比蟠桃还浓100倍。当个扇风的杂役好像也不是不行。乌儿，知道那是谁吗？不会是天庭的昊天上帝吧？是他，3界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，现在在前辈院子里当扇风的杂役。那我们当鱼的，是不是其实也没那么丢人了？你看菜地里当稻草人的那个呢？那可是西方圣人。所以我们当鱼的，在前辈道场里其实算中产了，至少吃住不愁，还不用干活，比那山峰老头和稻草人体面多了。老头儿，开工了，来点凉风。是，马上来。温度低点儿，昨晚梦见开会被地主骂了，出了一身汗。这个温度刚好。哎，你这懂法术的杂役干活挺机灵，就是长得老气了些。公子满意就好，公子满意就好。我居然说出了这种话，不对，这院子里随便呼吸一口空气都顶天庭闭关100年，山风真香。谁敢让我回天庭当玉帝，我跟谁急！你看他那表情，从一脸菜色变成自愿加班了。前辈的道场就是这么可怕，不管谁进来，3天之内必定真香。当初你来的时候不也是这样？准圣大能跪在泥地里痛哭流涕，现在呢，抢着挑粪。师妹，往事就不要提了。第65条，前辈以大道造化，感化天地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将天庭权柄收归道场。最关键的是，前辈根本没请他来，是我把他踹下来的，他自己看清形势，主动投诚。所以功劳是你的，但格局是前辈的。说的也是。各位，更新一下前辈道场的最新编制：安保部、农业部、后勤部、畜牧部、水产部、农场设施部，全自动人形兵舰。人形兵舰全自动的。前辈说要冷风就出冷风，说要热风就出热风。我在天庭当差800年都没这待遇，前辈躺摇椅上就能让天地捏着鼻子调温。你说前辈这日子过的，他上辈子到底积了什么德？他不用积德，他就是德本身。这日子可以，有稻草人赶鸟，有杂役老头扇风，有鱼塘观赏，有人做饭扫地翻地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怎么后院老有一股腥味儿，像是排污的阴沟堵了。明天得看看。排污的阴沟堵了，后院那条沟的尽头连着幽冥血海。你们闻闻，大老远就臭了吧唧的，这排水沟到底堵了什么东西？嚯，是什么东西死在里面了？这得找个清淤掏沟的力霸来清理。这是血海之气，幽冥血海的浊流侵入了前辈道场。这气息，你们俩什么表情？就是阴沟堵了而已。这种安萨活的找个专业的，最好是那种红头发的大块头，不怕脏不怕腥的，专门干清淤掏沟这行的苦工。你们有没有认识的？红头发，不怕脏不怕腥，与血腥气息有关。冥河老祖。第68条，前辈察觉幽冥血海气运侵蚀地脉，欲将冥河老祖收为道场清淤掏沟的苦工。阿义，咱后院排污的阴沟堵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臭了好几天了。前辈忍了很久了吧？岂止忍了很久，我昨晚做梦都梦见掉粪坑了。你会通阴沟吗？前辈，这个我只会翻地。你们怎么一个比一个缺乏生活技能？这要是在我老家，塞几文钱去街头找个力巴就解决了。这地方连个通阴沟的都找不到。谁在动本座的血脉？北方有人堵了本座的血脉通道。老祖，
北方处山谷的地脉灵气太过浓厚，我们的血海之流被压制到渗漏了。压制？谁敢压制本座血海？据报，那个山谷里有一个凡人，是那个让西方圣人当稻草人的凡人。哈哈哈哈！准皮那个废物，靠借天道功德成圣，被一个凡人阵法困住也不稀奇。老祖，那我们要避开北方吗？避开？本座这辈子失血好杀，血海不干，冥河不死。准提会灾，不代表本座会败。哼哼，还本座法旨，起血海大阵，随本座去北方。本座倒要看看，谁敢堵本座的下水道？不，血脉通道。咦，天怎么红了？还有股怪味儿。这股冲天煞气是幽冥血海，冥河老祖冲着这边来了。冥河老祖，洪荒第一杀神，他来干什么？你忘了前辈上午刚说过什么？他说后院下水道堵了，缺个不怕脏不怕腥，最好是红头发的管道工。你看那红色的血海，你是说，堂堂冥河老祖是来应聘通下水道的？可是这架势带着漫天血海，杀气腾腾的，不像是来打工，像是来灭门的。这你就不懂了。到了前辈这个级别，面试能是普通面试吗？冥河老祖带着血海来，这是在向前辈展示他的专业对口能力。把血海当求职简历？没错，血海流动性强，腐蚀性大，不正是通阴沟、化解污秽的最高级资质证明吗？他这是在用力过猛地表现自己。洪荒第一 HR， 前辈实至名归，连面试者都这么内卷。快，准备看戏！我看他这高调出场，等会儿怎么收场？谷中蝼蚁，堵本座血脉通道，罪不容诛。本座给你一息时间，出来跪下受死，死后或许留你全尸。血海都搬过来了，这阵仗比准提那回大了10倍不止。冥河老祖，洪荒第一杀神，杀生无数，连圣人都不敢轻易招惹的狠角色。你们说前辈刚念叨要红头发的苦力，下午红头发就送上门了，这天道是不是给前辈开了同城闪送？我赌3个呼吸，我赌2个，我赌1个半。上次龙太子的记录还没人破呢。怎么又阴天了？这天说变就变，比我上辈子老板的脸还快。青颖啊，我晒的稻子别给淋了啊！前辈放心，不是雨云。不是雨云，那是什么？火烧云？都红成这样了。大黄，你干嘛？又要拉？去后院了，别在我晒稻子的地方。本座的血海，本座修炼亿万年的本命血海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什么东西能净化血海？一泡狗尿！我看花眼了吗？你没看花眼。洪荒第一杀神的本命血海被一条狗撒尿给净化，那条狗的尿都能破圣人级杀阵。前辈的洗脚水是不是该申请非遗了？别说了，我严重怀疑前辈家的自来水就是大道本源。来了，标准流程：嚣张被打、坠落、打工，看他往哪儿掉。方向是后院化粪池。稳了。哎呀，大爷你没事吧？是不是饿晕了摔沟里了？来喝口水，别吓我啊，大爷！荒山野岭的摔死个人我说不清楚。青颖，快来帮忙！这大爷摔得不轻，你看这红头发，这壮实个子，浑身还沾着粪。哎，青颖，你说这大爷该不会是附近哪个矿场干苦力的吧？你看他这体格，沾了一身粪水也不叫唤，素质不错。前辈，这位是……大爷，能站起来不？你是不是路过这儿闻着味儿想找活干的？别怕，我不是坏人啊，大爷，我就是想问你，我家下水道堵了好几天了，你有没有兴趣帮忙通一通？管吃管住，干完还给你找身干净衣裳。第68条，前辈以大道天威瓦解杀神意志，使其匍匐于粪池之侧，以污秽洗炼杀心，大道化煞，始于一坑。大爷，我看你体格这么壮实，是不是以前干过通下水道的活啊？大爷你别紧张，
我就想雇你帮忙通个阴沟，不白干。我管你3顿饱饭，饭后还有水果。干完活，我再给你找身干净衣裳和被褥，包你体体面面走出去，你看行不行？这把土子是开天灵宝，他随手拿来通下水道的工具是开天灵宝碎片，这不是考验，这是入职体检，阎王殿的入职体检。如果我拒绝，捅，老夫捅！等等，这臭水的味道不对，这不是粪水，这是浓缩到极致的混沌灵气，一滴就够我闭关10万年的纯净混沌精华。快点儿，前辈等着用水呢。是，马上好。多谢前辈赐无上机缘，这粪布，这沟，老夫掏定了。从今以后，谁也别想从老夫手里抢走这份活。第69条，前辈以污秽炼杀神道心，蓄煞存善。洪荒第一杀神在下水道中证悟大道，此等手笔，非大道化身不可为之。不错不错，这力巴干活是真卖力，听这节奏感，比我上辈子隔壁装修的电钻还带劲儿。哼！前辈，那红头发的来头不小，来头大不大的我不管，下水道能通就行。你看这效率，比你翻地还快。是。大黄，你说这洪荒就是好，找个通下水道的都这么实在，又壮又能干。搁我上辈子找个管道工还得预约排队。准提，你看看你，堂堂西方圣人，被绑在木桩上风吹日晒，连动都不能动。你再看看我，前辈亲赐的擦汗巾，我能动，能干活，还有赏。你呢？你有什么？说什么听不清，不过也不重要了。你安心当你的稻草人吧。这院子里的脏活累活，由我明和包了。各位，最新编制更新，基建维修部新增1人，明和老祖，岗位管道疏通工程师。管道疏通工程师，你就说通下水道的不行吗？人家干的是前辈道场的下水道，级别不一样。对了，明和在菜地里嘲讽准提的时候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准提的眼珠子快转出眼眶了。稻草人被通下水道的鄙视了，这哪是修仙界的鄙视链，这是工种之间的鄙视链。能动的瞧不起不能动的，有赏赐的瞧不起没赏赐的。前辈这道场，活脱脱一个大型劳改现场。昨夜又修炼了800年的混沌灵气功力，这沟啊，果然是越掏越有料。也不知道你天天杵这儿图什么，赶个鸟而已，有什么技术含量？你看看我这份活，掏沟、通管、排污，一条龙服务。前辈每次走过来都夸我。大爷，今天这沟通的不错，你听听，不错。前辈说不错，别呜呜了，你跟我呜呜有什么用？有本事跟前辈呜呜去。青阳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前辈请讲。后院那个新来的红头发大爷，干活确实卖力，不怕脏不怕腥，就是太粘人了。今天早上我去后院看白菜苗，他非要跟着，还拿着靴子在旁边候着。我上个茅房，他都在外面蹲着等，生怕下水道又堵了。前辈带给他的感悟颇深，他自然寸步不离。什么感悟不感悟的，他就是怕丢工作。你看他那样，跟我上辈子带的实习生一模一样，生怕一不留神就被开了。前辈，红头发的把后院所有排水沟都翻新了一遍，还在沟边种了一排花。种花？通下水道的还兼职园丁？这工作态度我给满分。你们这蚊子也太毒了，上辈子被蚊子咬一口，养1天就消了，这蚊子咬一口，疼3天。要是能有个那种锃光瓦亮的灯就好了，还能散出香味儿，挂院子里既能照明，又能把蚊子引过来噼里啪啦电死。可惜咱们这穷乡僻壤的，也没地方买去。锃光瓦亮，散发香味，能引诱邪祟并将其灭杀的法器，浑身佛光万丈，檀香千里，接引道人。师姐，我知道。第70条，前辈察觉3界邪祟丛生，欲以佛门法器净化道场周围晦气，暗指西方教接引道人应当率佛光亲临，为前辈充当除邪法器。各位，刚截获的最新情报，前辈又发话了。前辈说，想要一个锃光瓦亮、散发香味、能电死3界邪祟的灯，接引道人。
西方二圣，准提已经当了稻草人，接引要当灭蚊灯。赌不赌？接引不会超过3天就到。哼，你还赌？你从第1集赌到现在赢过吗？每次都比你预估的还快。那可未必。准皮当稻草人的消息，你觉得接引会不知道吗？他迟早要来救他师弟的。前辈不过顺水推舟罢了。你说的路远呢？看那儿，占座。善师回来后一句话都没说，道心碎了，至今不能复原。你还好意思提？一步棋没走赢，白搭了一句善师，还把封神推演搅得更乱。那谷中之人的每一手棋都引动天道因果，绝非凡人手笔。烦不烦的另说，准提折在里面当稻草人，昊天给人扇风，龙王父子变锦鲤，冥河去掏下水道了，你还想怎么试？必须查清。你说接引会不会动？他师弟在菜地里绑着呢，他迟早要去。不过这种事儿嘛，急的人先出丑。又被反噬了。别算了，再算下去，连你自己也得搭进去。师弟被困数月，求救符碎尽，音讯全无。准提虽然鲁莽，但终究是我师弟。那谷中之人若是大道化身，我以礼相求，请他放人；若是要挟横行，休怪老僧翻脸。这味道不对，太香了，有点像老家庙会烧的檀香。你闻的是接引道人的佛光檀香。来了！各位道友，那是我西方教接引老祖，求求你们不要像上次看准提被抓一样嗑瓜子了，好歹给点面子。给啊，给他3个呼吸的面子。哼，3个呼吸都多了。不跟你们说了。怎么回事？谁大白天扔闪光弹呢？青影，你来看这个。前辈，那是西方。什么味儿？你闻到没有？好香，像庙里烧的那个，是不是外面哪个寺院搞法会呢？不对，这地方又没寺院，管他的，这亮光倒是挺好看。让它亮着吧，反正又不用我交电费。阿弥陀佛，谷中之人听好，本座接引西方教教主，今日前来只为一事，归还吾之师弟准提。若肯放人，本座以圣人之名担保，西方教永不踏入此地一步。若不肯，休怪老僧不讲道理。王某遭女了！孩子们公主！大胆妖孽，竟将吾弟折辱至此！又来一个，师妹，这次归我。不必。这是什么道场？那是昊天，天庭之主在给人扇风。师弟，我的地砖！哎呀，大爷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爬树摘果子手滑摔下来了？你这老同志也真是的，多大岁数了还爬高上低的？你看你这莲花凳子都摔碎了，这手艺不错啊，玉石的。大爷你冷，院里有风扇呢，让那个吹风的老头给你调暖风。这大爷怕不是摔坏脑袋了，走路都打晃，而且怎么又是个光头？我这院子是不是建在少林寺旧址上了？大爷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是不是走街串巷变戏法的？你这一身行头挺专业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这莲花凳能发光吧？我看你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亮堂的很，还带一股香味儿。本座是……你看啊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
我这院子蚊子特别多，咬得我腿都肿了。我一直想弄个照明灯挂院子里，要那种亮的、带味儿的，能引蚊子过来，然后把它们弄死的。你这莲花灯不正好对口吗？他要我当灭蚊灯。你别急着拒绝啊，我给你管饭，3顿，顿顿有肉有汤。干完活我还给你拿新衣裳，行不行？你看你这袈裟都摔脏了，我让青影给你洗洗。前辈问你话呢。老僧愿意。成交。好使，你听这声，滋滋滋，比我上辈子那个紫外线灭蚊灯效率高10倍，而且还带香味儿，把蚊子全引来了。大黄，你看，今晚咱俩都不用挠了。大爷，干得不错，多谢公子夸奖。多谢夸奖，我居然在感谢他夸我电蚊子电得好，我道心出问题了。师弟，我来救你了。虽然现在的状况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师兄，你也来了，你受苦了，你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我恨蚊子。来，开工了，凉风。好了，你也歇一歇了，白天蚊子少。你存力，晚上是主战场。多谢公子体恤，又来一个光头。天庭之主给人吹风，我给人电蚊子，论丢人谁也别说谁。秃驴，习惯就好。阿弥陀佛，你管谁叫秃驴？青影，你过来看看，你看这稻子长得是好看，但这面积也太大了。你说靠我们这几个人，镰刀一把一把割，得割到什么时候？前辈觉得人手不够，岂止不够。后羿一个人翻地还行，割稻不是他强项。你和玄女劈柴扫地可以，下地干农活也不对口。明和涛下水道的，浑身臭兮兮，你让他碰粮食，唉。老头吹风的，另一个电蚊子的，更指望不上。要是能有那种带快刀片的机器就好了。带快刀片的机器，刷刷刷割完，诛仙4剑，通天教主。第73条，前辈忧虑秋收效率，暗示须臾杀伐果断，刀法极快之人，挟制锋利之气，担任道场农业收割总指挥。洪荒中刀最多最快者，截教通天教主，诛仙4剑。各位，最新情报，前辈刚才说要一台带快刀片的收割机。带快刀片？等等，你们不会是想说通天教主，诛仙4剑？不是吧？我家教主也要来打工？你家大师兄在门口当石狮子，你忘了？那不一样，大师兄是自愿的，教主是带着诛仙剑阵的，洪荒第一杀阵，你就不怕前辈收不住手？准提带万丈金身来的，被大黄叼下来；明和带漫天血海来，被大黄一泡尿净化了。你觉得诛仙剑阵是什么特殊材料？赵空明变了石狮子，多宝不知去向，武当金陵全去那深谷，再也没回来。封神榜的推演被搅闹得一塌糊涂，邪教气运流失近半，圣人颜面扫地。管他什么隐世大能、大道化身，元始师兄怕他，准提接引栽了，昊天也降了，但我通天教主这辈子没怕过任何人。虎战，诛仙剑阵。今日不踏平那山谷，我通天教主3个字倒着写。谷中何人？吾乃截教教主通天，今日持诛仙4剑亲临，你有3息时间出来应战，若不出来，让尔知晓何为截教之威。我的头发！别管头发了，诛仙剑阵，洪荒第一杀阵，当真摆出来了。那是我教主，虽然马上可能就要当农民了，但这出场牌面确实够可以的，比准提那个金身比格还高。出场逼格跟最终结局永远成反比，这是前辈道场的铁律，越拉风跌得越大。什么情况？地震了！嚯，那是什么？4把刀在天上转。大黄，你看，天上有人带了4把大刀，是不是来推销农具的？这年头走村串户卖刀的都玩这么花哨了。哎，上面卖刀的大爷，你这几把刀卖不卖啊？卖刀？他管诛仙4剑叫卖刀的？我家稻子熟了没人割，你这刀片转得这么快，正好当收割机使。你要是愿意帮忙，我管你吃好喝好，割完再给你扛2袋粮食回去，行不行？收割机，他让诛仙4剑割水稻。前辈要收割机，你们截教送货也太慢了。晴影，你干嘛？别伤着人家大爷呀，人家就是卖刀的。
老实待着，前辈问你话呢。哎，轻点，轻点，别伤着大爷。大爷，你没事吧？我这丫鬟脾气不好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诛仙剑阵，洪荒第一杀阵，被一个丫鬟一巴掌拍散了。大爷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那4把刀我看了，材质不错，转速也够。你要是能帮我割几天稻子，我管你吃好喝好，割完还给你2袋粮，怎么样？哥，成交。漂亮，你看这割面，比我上辈子见过的联合切割机还干净。那是诛仙4剑做的镰刀，我教主在拿它割水稻。我数了一下，从出场到下地干活，前后不到60息，新纪录。我截教的脸让你们看完了，别难过。你看门口蹲着的那俩石狮子都不哭了，你也得坚强。说真的，我现在唯一好奇的是，前辈到底什么时候自己下场？从开场到现在，他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。所有来犯的大佬，全是被他的宠物和丫鬟收拾的。这就是差距。真正的大能，永远不需要亲自出手，人家就往那儿一坐，天下大能自己排队来打工。这不是实力，这是格局。我不听了，你们继续，我回去哭一会儿。第73趟了，不对，这稻子每一株灵道都是一条完整的大道法则，这不是普通的粮食，这是天道本身长出来的。我割了1天的稻子，割的全是大道法则。我悟了，万物生灭皆为道，诛仙杀法只是其一，更高的道是让万物活。诛仙4剑杀了亿万年，不如在这稻田里割1天。大爷，歇一会儿吧，喝口水。这太阳毒着呢，你可别给中暑了。你这大爷干活真实在，我找了这么多帮工，数你最卖力。等稻子割完了，我给你装2大袋粮食，你扛回去能吃小半年。不是帮工。什么？没什么。1、2、3，嚯，这一季打了60担灵道，我上辈子种过最多的时候也就20担。前辈，通天大爷说他不要工钱了。不要工钱？那多不好意思。说好了管饭给粮的，人家卖力干活，咱也不能赖账。他说他想留下来。留下来干嘛？他说还有活没干完，明年春耕也需要翻地播种，他想从头跟到尾。这大爷思想觉悟挺高啊，现在做苦力的都这么有事业心了。前辈，他不走的话要安排住哪儿？柴房旁边不是有个空棚子吗？给他搭个铺，能挡风遮雨就行。各位，截止今日，前辈到场在编人数统计如下：安保部实施2尊路押，赵公明隶属大黄与芦花鸡管辖；农业部后羿翻地，通天收割；后勤部岳清影9天选女。你在说我们截教教主的时候，能不能别喊那么大声？你平时这么在意这些小事儿不累啊？你家教主割到点你不心疼？吃点东西解解闷儿。你这刀片转得挺快。废话，诛仙4剑斩过圣人的东西，割个稻子还不是手到擒来？那你裤腿上沾的泥巴擦一下，前辈看见了该嫌你邋遢。青影，这么多粮食咱几个人根本吃不完啊，放着发霉多可惜。我想等后院那批西瓜熟了，办个流水席，把附近10里8乡的乡亲都请来吃个瓜，热闹热闹。流水席？对啊，就跟我上辈子村里办酒席一样，摆上几10桌，谁来都有份儿，干得好的多分1块大的，算奖金。都听好了啊，西瓜熟了我办流水席，谁干活最卖力，最大那块瓜归谁？最大的瓜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我连稻草人都当了，论资排辈也该轮到我。老夫掏了3天3夜的粪，谁敢跟我抢最大那块瓜？青阳，你是不是把盐当糖放了？前辈，晚辈按照前辈上次说的比例。我说的是大概比例，大概你放了多少盐？3勺。3勺？炒一盘青菜放3勺盐，你是要腌咸菜吗？粮食是有了，可做饭这事儿靠你和玄女是真不行，一个炒糊一个炒咸，上辈子食堂大妈都比你们强。要是能有个会烧柴火灶、懂调味的师傅就好了，管吃管住还发粮。可惜这穷乡僻壤的上哪儿找去？前辈嫌反火烹饪无法激发灵道本味，欲寻掌控造化之火的大能，重塑5行灶台，掌控火之大道的太上老君八卦炉。各位，最新消息，前辈要办流水席分西瓜，干活最好的拿最大块。流水席
三界大佬为了一块瓜抢成这样，你懂什么？前辈的瓜能跟你家地里的瓜一样？混沌青莲浇灌的先天灵瓜，吃一口顶你修炼1万年。别说大佬了，我都想进去抢。你进去连当蚊子的资格都没有。对了，还有个重磅消息，前辈嫌做饭的手艺太差，说想找个会烧柴火灶的师傅。会烧柴火灶？三界谁的火最出名？太上老君八卦炉。完了，三清凑齐2个了，就差元始天尊。元始天尊上次推演被反噬吐血，估计正躲在玉虚宫瑟瑟发抖。别急，以前辈的吸引力，迟早的事。搬板凳。老爷，元始天尊师叔被大道反噬吐血不止，通天教主师叔在北方那个山谷里失踪了。通天那个犟驴，让他别去，他偏去。据说通天教主的诛仙4剑被改成了什么收割机，在田里割稻子。诛仙4剑割稻子，还有元始天尊的善师也折在那里了，道心崩溃，仓皇逃回。元始天尊本体受了连带伤，老2被打残，老3被抓去当苦力。他们丢的人，老夫这个当大师兄的不去找回来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老爷，那山谷里连西方圣人都……准提那个光头跟老夫能一样？老夫是红军老祖首席弟子，道祖嫡传。走，老夫倒要看看，什么山沟子里的野路子，敢动老夫的2个弟弟？区区山谷容得下圣人，容不下老夫的一把火。到了，来了！太上老君！好家伙，八卦炉都带来了，6丁圣火全开，这是要炼化整个山谷。你觉得他能撑几个呼吸？别赌了，看戏。谷中妖孽，老夫太上老君今日……什么？我去！老人家，你没事吧？骑牛不看路啊！这路虽然不好走，但你也不至于连人带牛摔这么狠吧？有没有摔着哪儿？胳膊能动不？通天、准提、昊天、冥河老祖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哦，你看那些啊，都是来我这儿打零工的。老人家，你是走街串巷卖炒货的吧？老夫不是。大爷，你别客气，实话跟你说，我这正缺个会做饭的。你看，你这口锅自带火，还不用柴，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柴火灶升级版啊！大爷，你既然是做炒货生意的，炒菜肯定也拿手吧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留下来帮我做饭，我管你1天3顿吃好喝好，每个月还给你半袋粮食扛回去，干不干？大师兄怎么也来了？你们认识？不认识，前辈不认识。完了，全折在这里了，跑也跑不了了。前辈问您话呢，留下来当伙夫，干不干？干。痛快！走，厨房在这边，我先带你看看灶台。灶台就这条件，凑合用。你那口大锅就是那个铜的，架在这儿正好。哇，自动点火！你这锅比我上辈子用的煤气灶还先进。先来个蛋炒饭，试试手艺。鸡蛋在那个筐里，自己拿。这灵道的道运，用9转金丹的炼化手法来调和5味的话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，比我上辈子吃过所有的蛋炒饭都好吃100倍。大爷，你这手艺绝了啊！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御用大厨，给你涨到1个月1袋粮。我练了1万年的丹，都不如今天这碗蛋炒饭悟得多。再来一锅！这泥巴倒是粘性不错，就是我手太笨了。你说我要是能找个手巧的人，用这泥巴捏几个好看的小泥人摆院里当装饰多好，花花草草的也行，小动物也行，什么都比我捏的这个强。捏泥人，混沌熙壤捏泥人，洪荒之中谁以造人闻名？第71条，前辈欲以混沌熙壤重塑万物形态，寻求造人圣母女娲为其捏手办。各位道友，据可靠线报，前辈刚才说想找人捏泥人，你们想想，洪荒谁最会捏泥人？女娲娘娘，造人圣母，三清来了俩了，现在连女娲都要来。前辈这是要把洪荒6圣及其召唤神龙搬板凳。娘娘，人族气运在大量流失，北方那处山谷正在切断人族与天道的联系。谁敢动本座的人族？据说三清中的2位西方2圣天帝、冥河老祖全都折在那里了，全折了。是通天教主在割稻子，准提在当稻草人，昊天在吹风扇，冥河在掏粪，太上老君在炒蛋炒饭。你再说一遍，
太上老君在炒蛋炒饭。不管那里藏着什么妖怪，敢动人族气运根基，本座亲自去碾碎他。女娲娘娘真来了！这排场比准提那个光头强多了，至少好看。风！史麒麟、袁凤，这两个远古霸主怎么在一个院子里？又摔人了，这门口是不是该铺个垫子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踩到石头滑倒了？你手指真细啊，一看就是做细活的。姑娘，你会不会捏泥人啊？什么？就是用这种泥巴捏小人偶，摆在院子里当装饰。你看我捏的这个，丑的没法看，对吧？你要是手巧，能帮我捏几个好看的，晚上管你吃红烧肉。我们新来的厨子手艺绝了。混沌息壤，我当年造人用的就是这种东西。别反抗，听话就行。这里的东西你吃一口就知道了。能捏，痛快。先来个简单的，捏个小人，2只眼睛，1个鼻子，1张嘴，不用太复杂。嚯，这也太像了吧！能不能照着这个捏？这是什么？初音未来，我上辈子最喜欢的虚拟歌手。别问了，你照着捏就行。绝了，手艺没得说。再来个奥特曼。这夕阳里的造化之力，比我当年造人时感悟的还深10倍。再来一个，我还要捏。姑娘，你瞳孔变色了，知道吗？这么激动干嘛？又不是赶工。第73条，前辈以混沌息壤为饵，收服造人圣母女娲，大道造化始于手办。息壤呢？我的息壤呢？这泥巴糊揣子上防滑，好使。你把混沌息壤糊揣子上了？你又不是前辈，管老夫怎么用。圣人和杀神在粪坑旁边打架，我还以为我当稻草人已经够丢人的了。又打起来了，大黄去看看。行了行了，泥巴有的是，别抢了。吃饭啦！不行了，嗓子要废了。这院子越来越大，人越来越多，天天靠嗓子吼，谁受得了？青颖，你说要是有那种大喇叭就好了，村口广播站那种，一喊全村都能听见，还不费嗓子。可惜这地方别说广播站了，连个铜喇叭都找不着。大喇叭，天道之音，能让3界万物都听见的声音。师姐，前辈说要大喇叭，我知道3界之中谁的声音能传遍万界。红军道祖，道祖，紫霄宫的那位，他手里的造化玉蝶本身就是天道的传声筒，一言出则3界闻。前辈要的大喇叭，除了那位，没有第2个人选。问题是，那位可是洪荒天花板。师姐，你看看这院子里都是什么人？天花板迟早要来，不是我们去请，是他自己坐不住。也是，徒弟全折了，他能不急？第75条，前辈嫌天道通讯不畅，欲重立3界音讯法则，需征召天道执掌者红军为道场广播员。各位，最新情报，前辈说要大喇叭，大喇叭一喊全院都能听见的那种。你们想到谁了？红军老祖，道祖本人。前辈已经收了3清中的2位，西方2圣，天地、冥河、女娲，洪荒6圣到了5个半，就差道祖了。如果道祖来了当广播员，那这农场就不是农场了，这是新的紫霄宫。不，紫霄宫都没这排场。紫霄宫里红军讲道，大家坐着听；这里是红军喊吃饭，大家蹲着啃馒头。老夫6个弟子，5个折在那山谷里，还有1个吐血躲在玉溪宫不敢出门。封神亮节停了，天道因果乱了，3界气运全部涌向一个种地的凡人。不管那个山谷里藏着什么，老夫今日亲自下界。若是大道化身，老夫与他论道；若他是妖孽，艺术当诛。老师亲自去了，完了！老师要是也折进去，洪荒真的要变天了。红军道祖亲自来了，我就说嘛，迟早的事儿。你们说前辈扛得住吗？你问错问题了，应该是道祖扛得住吗？说得对，以前辈的战绩，道祖来了也得跪着报道。问题是，道祖分配什么岗位？前辈说了大喇叭，
洪荒天花板的最终归宿——村口广播园。炸！这雷也太大了，谁在外面放炮仗？这鬼天气，比我上辈子住的那个漏水出租房还不靠谱。来了。谷中之人，老夫乃红军。天道之下，万物皆为蝼蚁。你既敢劫夺天道气运，今日便……他们在保护那个凡人，老夫的弟子们在保护一个凡人，不让老夫动手。谁的破木板扔地上了？响，够响！这玩意儿敲起来跟个锣似的。大爷，你没事吧？刚才打雷被吓到了，从房顶掉下来的。老夫的天道法则被这个院子的规则覆盖了，在这里，老夫的天道不好使。大爷，你嗓门挺大呀！刚才我在屋里就听到动静了。你这个破木板也不错，一敲声音传老远。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以后每天饭点帮我喊大家吃饭，我给你留最大块的西瓜。好，痛快！道祖红军从天上摔下来了，然后被前辈从坑里扶起来，拍了拍土，然后答应了帮人喊吃饭。洪荒纪元以来最大的新闻，道祖红军应聘村口广播员，一面试就通过了，岗位福利是一块西瓜。你说这事儿传出去谁信？没人信，但我亲眼看的，每一针都刻在我识海里了。谁要看我收门票？老夫教出来的弟子，一个炒菜，一个当稻草人。位置刚好，正对着院子中间，声音能传出去。以后就麻烦你了，老头。规矩很简单，早中晚各喊一次，顺便看看天，报一下天气，大家好提前收衣服。老夫别叫老夫了，在我这儿都随便的。来，先试个音。造化玉蝶，天道至宝，被绑在树上当广播喇叭。全体小点声，你是放牧还是要把我房顶掀了？全体村民注意了！对，就这个音量，继续。全体村民注意了，开饭了！完美，就这个效果。老头，欢迎入坑。全体村民注意了，开饭了！今天吃蛋炒饭加凉拌人参果，想加肉的自己跟厨房说。另外，明天有雨，各位注意收衣服、收被子。广播完毕。老师叫大爷，大爷，饭好了。哟，这菜挺丰盛啊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先天灵道配九转金丹的五行调和，蕴含的大道精华，比老夫在紫霄宫悟道万年吃的灵丹还纯粹10倍。真香！大爷胃口不错啊，慢点吃，锅里还有。再来一碗。这老头干活还行，就是饭量太大了，得从工钱里扣伙食费。你们也听到了吧？天道之音，播报天气预报。明天有雨，记得收衣服。前辈的农场鄙视链最终版出来了，说第一层前辈本人，第二层大黄和卢发基，第三层岳清影9天玄女，第4层石狮子保安，第5层金礼部，第6层干杂活的大佬们，第7层村口广播员红军。道祖排最后，新人嘛，都得从底层做起。你说前辈是不是早就算好了？从第一天养鸡开始，每一步都在等今天。管他算没算，反正封神亮节已经不可能打起来了，谁还打？打工的全在这一个院子里，上哪儿打去？也是，从此3界和平了。熟了。
青影，西瓜熟了，准备办流水席。混沌青莲灵液浇灌，先天灵根施肥，三光神水滋润，这些西瓜里蕴含的大道精华，足以让任何修士脱胎换骨。前辈，这些瓜都分出去吗？废话，10几个大西瓜，我们几个人吃到明年也吃不完，放着烂了多可惜。去把门口那帮人和附近村子的都叫上，越热闹越好。大黄，你的留着呢，最小那个归你。各位，前辈开门了，流水席分西瓜，谁都有份儿，快排队，快排队！5瓶起，我蹲了4个月了，我排第1个。你蹲4个月有什么用？我蹲了5个月。我妖族太子身份却当了3个月门墩，今天终于站起来了。站起来，站起来也只是换了个岗位而已。前辈说了，1人1块，不许打架，闹事的喂狗，排好队，依次进来。全体来客注意，吃瓜大会正式开始，排好队，1人1块。提醒各位，今天瓜多管够，不要浪费。终于不用当稻草人了，虽然端盘子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去，端盘子去。我踏入了前辈的道场，我坐在了前辈的院子里，给我端盘子的是西方圣人。你别抖了，你一抖我更紧张。你们都别抖了，看看给咱们扇风的是谁？天地昊天，我这辈子值了。各位，别客气啊，都是街坊邻居，随便坐随便吃，西瓜管够，还有炒饭和凉拌菜，吃不饱喊一声。厨房那位大爷手艺很好的。他不知道自己面前坐着的是3界所有势力的顶峰，他也不知道给他们端盘子的是圣人，扇风的是天地，广播的是道祖。他只觉得今天很热闹。这就是前辈吧，比所有圣人都强大，却比所有凡人都纯粹。让开，让开，本座来切瓜。这颜色，这道韵，我光闻着味道，修为就往上窜了。来，1人1块，别客气。老头，你这几天广播喊得不错，最大块的给你，说话算话。老夫求索天道亿万年，不如今日一口瓜。青阳，前辈，你说这些人奇不奇怪？吃个瓜而已，怎么还吃哭了呢？可能是太甜了吧。有那么甜吗？确实挺甜的。算了，搞不懂这些人。不过今天确实挺热闹的，比我上辈子过的任何一个年都热闹。全体村民注意了，明天有小雨转多云，记得收衣服。你回头秧苗闷死。午饭吃红烧鲮鱼，想夹菜的提前跟厨房登记。看一看嘞，造化手工办，捏啥像啥，只要0道换。明天多云转晴，气温适宜，适合晾晒。青影，前辈，你说我穿越到这个世界3年多了，虽然这地方什么都没有，蚊子多，太阳毒，下水道还老堵，但不用996，有房有地有狗，有人做饭有人打扫，晚上还有人报天气预报。这种不用加班的凡人养老生活，真是朴实无华且枯燥啊。